下午茶的这个是特别节目，圆了我们年初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补征的一个愿望，说今年希望节目能有一个机器人来和我们一起，对，所以我们这年终这个愿望就已经实现了。今天这一次的节目呢，特别有幸请到了 Berkeley 的杨教授Alan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大家好，欢迎。我们正式聊天之前呢，有一个 surprise 的这个对 Magic Box，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对，这个 box 呢，就是刚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说的都特别好，说它像一个这个魔术师的盒子。是，所以话呢，就是这里面装的是那个智源 Agibot 的 A3。A3 的话呢，这个机器人呢，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 feature， 这个能力，就是它能够自己从它自己的箱子里面能够爬出来。I am standing up. Please do not touch me. 哇！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鞋子的，它的这个脚是胶的，它并不是一个纯钢筋的接触的。哇塞 I have stood up. Please move the packaging box away before starting work. Next, we will present a dance performance 潮沙舞. Please keep a viewing distance of more than 2 meters from me. 哇！你居然不按节拍呀，他！我们今天这个又来到了硅谷下午茶，这美丽的 Gardenia 在 Los Gatos 著名的法餐厅的2楼。我们今天是算是年终的一个特别节目实现了我们年初的一个愿望，邀请这个机器人来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所以这刚刚大家也体验了一下这个智源机器人。然后我们这次咱们因为是面对 YouTube 新的嘉宾，我们就先这个自我介绍一圈，好吧？那首先的话，我先说一下，我的名字是李俊，我在硅谷做早期投资，主要是投人工智能方向的。我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做了这个硅谷下午茶的聊天节目，然后时不时的聚在一起聊一聊这个硅谷生活和 AI 的情况。那么我们几个常驻的也是这个节目的发起人呢，我右边的这一位是张图，他是NVIDIA 英伟达的高级总监，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录制的地方的地主。然后张，你可以说1-2句。大家好，我叫张户，我有2份工作，那个主要的工作是在英伟达负责 AI 芯片这一块。那第2份工作呢，我是有一个那个 VC fund 叫 GT Vision Venture， 主要是投 AI robotics 相关的，所以我也投了很多 robotics 的项目。就今天很荣幸，有 Professor Alan Yang 来跟我们探讨一下以后这个 robotic physical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以后我们的陪伴，我们后面的生活都靠它了。对，然后我们这一位也是我们的常驻嘉宾是卜征，征现在是连续创业者，网络安全专家。然后现在要不然你说说你现在的公司的名字？对，大家好，我叫卜征，然后我是一直在做 cyber security，然后现在是在做这个 security compliance 和 AI safety，那我现在这个新公司叫做 Camel，也已经帮助了几百家企业就是在这个安全这个领域里。那我之前呢也是做了快30年的这个 security， 然后也做过一些国际化的业务，之前是滴滴国际化的 CTO。好，我们还有一位常驻嘉宾，那个硅谷机器人庞博士今天是出差了，然后所以今天缺席，我们今天就有幸请到了这个Berkeley 的机器人教授。然后机器人，我们这个斯坦福的机器人庞博士不在，我们就换成了这个 Berkeley 的机器人教授杨教授。然后Alan
您是不是自我介绍一下呀？大家好，对，我叫 Alan Yang。然后呢，其实伯克利和斯坦福的话呢，在很多 AI 的领域其实都是合作的。包括很多的 workshop， 包括computer vision 啊，包括 robotics 都是联合举办的，叫做 Bay Area。我们把伯克利和斯坦福一起加起来就是 Bay Area。然后我从06年到今年26年，正好在伯克利任教了20年。所以话呢，教的话本身也是教这计算机视觉啊。然后计算机视觉在过去10年里面有很大的突破。包括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深度神经网络其实是首先在视觉上面看出来能够超过人类的嘛。所以的话呢，我在这个视觉应用上的话呢，也跟硅谷的一些企业有过合作。那么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初创的一个经历。那包括的话呢，这个 AR 和 VR 的眼镜。然后现在的话呢，我在伯克利的话呢，也是带领伯克利的方程式的 AI 的这个竞速。我们去年的话还有幸拿到了这个全球的一对一对抗赛的这个全球总冠军。然后的话呢，恭喜对，恭喜你。然后的话呢，我和我自己的初创团队呢，目前的话呢，希望也是把这种竞赛的这种氛围啊，我们称为这个物理智能的 AlphaGo 时刻。大家都知道 AlphaGo 时刻。那么的话呢，它是下围棋，就是在电脑屏幕里面的智能。我们的话呢，物理智能的一个，我觉得就今天我们会涉及到的，就是要把物理智能带出屏幕，然后带到咱们的这个家里面，包括咱们的这个 restaurant 啊，这个酒店里面啊，这个服务的这种居家里面。所以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呢，也是打造了一个 Hitch Open。那么也是的话呢，去跟各个大学合作，然后把他们最好的技术和这个我们产业界最棒的本体，包括汽车的本体和机器人的本体，一起去打造一下有什么样的这个 AlphaGo 的这个能够和人竞争的这种项目，我们能够用这种群智群会的这种汇聚大家的这种最好的解决方法的这种模式呢，能够尽快的展现给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正在打造一个新的一个叫 Hitch Open 的一个平台。对，今天好像有一个公司叫 Warden Robotics。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融了3亿美金，然后估值已经是1个 billion， 然后这家公司，而且是好像是Toyota、英伟达都投了它，然后用在这个生产线上的这个 Toyota 的生产线上是这样。我们就感觉说，哎，这个机器人，然后今年的话，就是最近的这1-2个月，好像这个头部的这个美国的机器人公司也是有非常多的新的发布。然后这块的话，是不是请您给我们讲讲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大脑的，对吧？然后像 Skill 的 AI， 然后像这个 Physical Intelligence， 还有包括这个DeepMind， 还有包括 OpenAI 最近也是说要做这个机器人，然后对吧？然后也都是主要是开发这个机器人大脑。那从您的角度，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给我讲讲机器人大脑目前现在就是他们这几家这个路线是不是区别，还是说大家都其实差不多？目前在什么状态？我就开门见山先引个话题吧。对，我觉得话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硅谷投资人都会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History never repeats, but it rhymes。就是这个历史的话呢，它会去这个以史为鉴嘛。所以我们看一下的话呢，现在刚刚您讲的那个和 Toyota 合作的机器人公司，对，包括特斯拉，它本身就是这个汽车装备产线。是。然后 Boston Dynamics 经过了20多年的这个云游，对吧？最后是滑落到了这个Hyundai现代。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真正能够走到量产这一步的，都是有产线的。包括 Figure AI 它也是有产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Rhymes 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咱们的这个物理智能的这个大脑，它需要有数据，你这个数据从哪来？像我们这种小众的，就是在居家里面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去供应这个数据的话呢，第一是有这个隐私的问题，不会有很多的家庭会主动给你去部署这个东西。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家庭的话呢，每个家庭它的这个结构都不一样，但是的话呢，如果你落到工厂上的话呢，首先它是私有部署，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就看这个企业的老板他决心大不大。对。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在工厂里面，因为工厂的安全是早就已经成型了，包括蓝色道路啊、红色道路啊，什么是人走的，什么是机器走的，所以就是在商业工厂应用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第一步。那么的话呢，就是无论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美国也好，
如果一家机器人公司能够跟一个生产线的企业，就是有批量生产的企业去合作的话，我觉得是能够第一个找到应用能够卖得出去，而且能够盈利的一个模式。比走进大众的这个家庭的话呢，盈利的这个基点会更快。对，那当然从商业上盈利点是因为这个造车的话，这车的这个客单价高嘛，对吧？然后之前其实我们去考量，当时这是在15年或者甚至更早一点的时候，当时我去访谈就是国内的，因为国内巨深就是满地开花，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那个看好这件事儿嘛。当时就是大家就说，首先上的当然是车企，对吧？因为车的这个客单价够高。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物流呀，然后那个分拣呀这样的机器人。但是到今天的话，那个我觉得作为从大脑这个泛化，因为大家明显看到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这个泛化的能力，然后而且它现在到今天的话，就是在整个长任务，然后 planning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往前的演进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像有大模型能力的这种 Frontier Lab 都好像是更加就是在考虑说如何让这个大脑的这个泛化能力增强，而且无论是哪种本体，就比如说像 Skill AI 对吧，它可能就无论是哪种本体，然后我都能让这大脑去控制。当然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跟落地去做的人去聊，他们就说啊，那是实际上理解你这个物理世界，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说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光去语言甚至是视觉可能也看不出来的，就必须得亲自下场去试， 对吧？所以从您的角度上，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比如说像 VLA Word Model 这些大家也都是今年 Word Model 也是 progress 非常，就是有很多新的 release， 对吧？您给我们分享分享这个。对。然后的话呢，我还是用以史为鉴的这种角度去解决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谈到这个增强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其实的话呢，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DeepMind。就是这个 AlphaGo 时刻，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DeepMind 其实2013年那个 Atari 的那个 paper，它其实的话呢，就是训练一种 Atari 的游戏，它只是一个 mind， 就是说你训练了一个大脑的时候，你只能够玩一个游戏，对吧？然后它才把这个能力推广到能够把玩一个游戏到达极致，它还是一个游戏，包括到围棋，它到那个阶段，从2013年到2016年3年过去了，它还是一个 mind。然后直到2020年那个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就是有一篇新的 paper 叫做 Agent 57，那样的话呢，他才尝试说一个 mind 能够玩57种游戏，就是你不用改变参数，我一个人能够玩遍57种游戏。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中间其实是有大概7年的时间，而且这个东西还是在玩游戏哦，它的那个 pixel 还是100×60这么一个数字的环境里面。所以根据这个进展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在物理空间也是一样的，就咱们的机器人一定会首先去熟悉一个 skill，然后的话呢才会到达多 skill， 然后这种world model。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汽车自动驾驶它之所以能够最先成熟，就是因为其实从狭义上来说，汽车自动驾驶它就是一个 skill，它只是一个 skill， 你开车并不需要 multiple skill set，这第一个。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汽车自动驾驶它是有交规的，它并不是进入了人的居家里面。如果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 nanny， 有保姆的话，其实一个保姆就像一个人。进了你的家里是不知道你怎么给你整理家的，这个保姆要跟你磨合，跟家的主人磨合了1个月，他才能够自动的像你一样把家里整清楚。即使是人，他到了一个未知的环境中，如果他没有那个交规的话，他是无法完全完成这个动作的。所以我觉得话呢，就是以史为鉴的话，我觉得物理智能的这个 skill 啊，包括 world model 啊，它也许是一个10年的目标，但是的话呢，我觉得最早的就是回到刚刚我们说的，为什么在生产线上能够应用？因为在生产线上不需要 world model，因为生产线上所有的机器都是你自己造的，对，是的，你不需要去泛化。如果我拥有一个工厂的话，我就是造一台这个X3、X5、X7，我不需要去泛化说变形的X3，我就需要生产X3，我装玻璃我就只有一种方法装。对。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种情况能够最快的能够把机器人用到生产线上。对，机器人跟那个自动驾驶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可能相反的一个地方。自动驾驶你是说看到人在躲着走，
就不要碰，什么都不要碰，是吧？对那机器人呢，因为要跟人互动，要陪伴啊，做事情啊，是要跟人接触的，或者跟工厂的东西来接触，来就是说这两个也的概念稍微不太一样，所以那机器人其实这方面的要求比自动驾驶汽车的要求可能更多一点。对，因为你要接触来做事情的话，它有很多 task， 而且有的 task， 比如说跟人陪伴的话，你要很 gentle， 这个握手的时候非常 gentle。对，那刚才对我刚握手的时候特别刚才说担心你握手的时候今天我一点不害怕，而且没什么问题，是吧？没有，我当时挺忐忑的，就特别是吗怕我还捏我的手，就他实际上没有。对，其实你知道英伟达跟机器人那个还是 Toyota 第一次握手是2016年，在Jensen去日本去访问的时候，那个 Toyota 当时也做一个机器人啊，然后是当时可以握手，那 Jensen 就去跟他握手了，把手伸过去握手了，结果那手抽不出来，get stuck。那工程师后来只有在后面手忙脚乱的把那机器人 reboot， 赶紧才能把手抽出来。所以您刚才那个握手其实已经很自然，没什么问题。只是把手伸过去，他没有握我的手，非常非常 gentle，对对，就刚才这个机器人是吧？对，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这个垂类的应用比较多嘛，然后我看比较头部的垂类应用包括了这个物流，然后生产线。对这个物流上的应用，现在有什么就是有趣的这个场景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用在商业的机器人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举冰箱、举电冰箱。这是为什么？举电冰箱，因为的话呢，当然就它不能透露生产线的这种生产的机密嘛。其实大家都就是用英文一句俗话，就大家都吃过香肠，但是并不知道香肠是怎么做出来的。在生产线上的话呢，他们现在就是机器人替代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减少工伤。那减少工伤的话就是 lifting， 就是搬东西，所以你搬得越重就越好。所以他们现在的话呢，好像是这个有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就是50公斤，40公斤50公斤。那么40公斤50公斤的话呢，就大概相当于是一个冰箱。所以话呢，很多现在在产线上应用的机器人，当然是双手和双臂嘛，他们现在就在比举重，对，看谁能够达标，能够举到50公斤。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跨过了一个坎儿。包括的话呢，但是这还是一个机器人是吧？现在有没有2个机器人合作这个台的？有这种吗？您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咱们现在 Hitch Open 不是想用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吗？对。其实我跟很多人说，就是无论大家觉得机器人打乒乓球这个事儿难不难，其实我们只是蹭到了皮毛。你觉得机器人打乒乓球已经很难了？你想，我们乒乓球还要双打呢。你要是让机器人去2个机器人去合作去打双打，所以这种机器人跟机器人里面的合作，在人的这个智能里面已经算是非常困难了。非常困难。对，包括咱们刚刚有合作抬箱子，对，其实虽然是没拍下来，但是的话呢，其实也是动了很多的脑力和体力才搬下来的。要规划，要2个人规划。对。希望大家喜欢这期内容，欢迎点赞、订阅、转发并开启通知。下一期我们将邀请来自 YouTube 的特别嘉宾开善，一起聊聊 AI 如何改变娱乐行业。下期见。